是谁建造了这些巨石阵？人类文明的起源为何被改写？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我们今天聊一聊哥贝利克石阵遗址。说起人类历史上那些古老的巨石建筑，人们首先想到4500年前的埃及金字塔，或者6000年前的英国巨石阵。但是现在呢，发现最早的人类巨石建筑刷新了人们的认知，它就是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利克石阵遗址。哥贝利克在土耳其语中的意思是大肚子，巨石阵就是在一个像大肚子一样的山丘土包上被发现的。当地人呢，把这个山丘称为神圣的地方。1994年，在土耳其东部乌尔法市郊的10公里的地方，一位库德族牧人发现了这个石阵遗址。一开始人们以为这就是一座土耳其的普通遗址，没有多大的价值。在1996年呢，德国考古学会的施密特教授接手了这个石阵遗址，开始了长达20年的挖掘工作，然后就挖掘出了这个震惊人类世界并改写人类文明的遗址。目前发掘出的哥贝利克石阵遗址呢，它的发掘出的面积仅占整个遗址的1/10左右。在哥贝利克遗址区域内呢，发现有超过20组的石阵建筑，主要发掘在5个区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图中的 A、B、C、D、G 区域。每个环形建筑呢，都被环状巨型梯字石柱包围着，其中的一些石柱上面呢，雕刻着凶猛的动物图案。在每个环状结构的中心呢，2个以上的巨石柱彼此平行排列。这些石柱重量有大概14吨到16吨不等，上面雕刻着公牛、蛇、狐狸、狮子和其他的动物，表现形式呢很精致，而且图案复杂。这些梯字形状的石柱呢是呈刀刃的形状，宽度呢可以达到厚度的5倍。每2个石柱之间的距离有1个臂展的长度。然后呢，用低矮的石墙连接在一起。每道圆环的中央都有2根比较高的石柱，它们狭长的底部呢被放置在地面挖出的凹槽里。哥贝利克石阵遗址呢，按照地层的年代呢，可以分为3层。最早的第3层，它的时间跨度呢，大概是从公元前9130年到公元前8800年。这个时期的石阵建筑规模也是最大的，在技术和工艺上最为成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期的石头柱子变得越来越小，造型也越来越简陋，那么安放呢也越来越不整齐。当时的建筑工人他们的修筑技艺似乎变得越来越差。到公元前8200年的时候，哥贝利克石阵的建造工作就完全停滞了以后呢就彻底的衰败，慢慢的变成一座15米高的土丘，整个石阵呢都被深埋于地下。整个石阵后来变得越来越小的原因呢，据推测可能是这些史前的人类在这个地方信仰的弱化，还有呢就是这个地区聚集的人群可能变得越来越少，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建造这个大规模的石阵建筑。负责挖掘的施密特教授认为呢，哥贝利克石阵最早的建筑大概超过了15000年，最晚的也有12000年。
当时呢，要想建造这样规模的建筑，必须要有几百人的团队，还要有相当高的设计思想和水平。在前期呢，需要挖掘地基、选址勘察、设计造型。那么后期呢，需要石料加工、浮雕的雕刻、运输，还有后勤保障等等环节。按照这个规模程度，几百人的团队呢，大概需要耗费几十年才能完成一座石阵的建筑。比如呢，在石阵的石头柱子，它呢高度达到了6米啊，重量达到了10吨啊，每一根柱子呢都需要几百人从采石场搬到巨石阵的这个遗址，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这需要几百人的同心协作，还要能有足够的食物供给。而后期的巨石阵，比如英国的巨石阵呢，它是在哥贝利克石阵以后6000年才建造完成的，但是呢，它在设计、工程和工艺等等方面呢，都没办法和哥贝利克石阵相比。是谁建造了哥贝利克石阵？根据哥贝利克石阵大量的动物的形象雕刻，还有遗址出土的大量的动物的骨骼呢，人们可以判断出啊，这是一些史前的狩猎人的部落建造了这个石阵啊。因为在这个哥贝利克石阵呢，没有找到农业发展的考古证据。在哥贝利克石阵的所有的山丘上面呢，还有堆积了大量的这个石灰石的碎片。整个石阵呢也是掩埋在这些石头碎片中的啊。这些碎片呢，石头碎片呢，很多是这个史前人类在挖掘碎石结节产生的。那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石匠啊，在山上挖掘碎石，用来制作狩猎的工具啊。在史前的时代呢，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采石场，有专业的石匠呢，在采石场为猎人呢提供武器和工具啊。可以推断出呢，就是这些高超的工匠啊，他们有高超的这个切割技术和开凿的技术，他们被某种力量驱使，建造了这些巨大的石阵建筑。还有呢，就是这个地区啊，是幼发拉底河和迪格里斯河的上游，很适合狩猎采集人群的生存啊。当时呢，聚集到哥贝利克的人们呢，有充足的猎物和资源，生活很安逸。这群人呢，经过繁衍生息，人口的大量增加，而且呢，文化繁盛，人群的聚集呢，促进了技术交流和观念的碰撞融合。他们最终可能创造出这种史前的巨石建筑，以此来体现他们的观念和他们的信仰。但是由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啊，对动物和资源的消耗是难以恢复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哥贝利克地区的动物和自然资源越来越紧张，人们的这生存压力呢也越来越大，就不得不离开这里，寻找新的生存的资源。所以呢，我们也就看到后来的哥贝利克石阵建设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了。科学家认为呢，最早的哥贝利克石阵就是史前人类的一座祭祀的庙宇啊。那时候的人们在这儿举办宗教仪式，因为人们在这个石阵的石碑上面找到了很多无头人的形象。后来呢，考古学家在许多的石碑之间呢，找到了很多杂碎的人类头骨，由此呢，更加确定呢，哥贝利克石阵就是一座宗教祭祀的神庙。后来呢，人们发现啊，石阵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公共场所。人们在哥贝利克周边进行考察的时候啊，发现很多动物的骨骼啊，
还有一个大型的石鼎。这些动物的骨骼或者骨头上面呢，都有一些很明显的砍剁的痕迹就是说这些动物是被人吃掉的，然后丢在这里的。由此可以确定这个石阵呢，还是人类举行大型聚餐的地方。这些动物都是由那个时候的人们狩猎得来，包括一些野牛、野猪、羚羊等等。而那个石鼎呢，就是用于酿造或者盛放食物的。这就说明当时的这个人类还没有农业的耕作主要是以狩猎为主。在哥贝利克石阵的石柱上面，考古学家还诠释了一些图案的意义，就是这种微型符号。在这个石柱上面呢，可以看见微型刻画的符号。这其实是一套计算日期的系统，每个符号 V 代表一天，整个柱子上面有365个符号，代表一年。除了一年365天呢，这些符号的组合还将它们划分为12个月，外加11天，并在春分和夏至这样的节点呢，特别做了标注。这里让人惊讶的是，当时刻下这个日历的人群发现了岁差的存在。岁差呢是一种天文学的现象，因为地球的自转轴随着公转而微微摆动。长此以往呢，就会让春分点的地球位置在公转轨道上不断西移，这就产生了岁差。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岁差是最早由公元前150年的古希腊的著名的天文学家喜帕恰斯提出的而在中国呢，是由这个古代的天文学家宇喜在公元330年发现的但是在这个哥贝利克石阵呢，人们却发现了岁差，这就使这个岁差被发现的时间提前了1万多年。这套日期的计算系统表明早在1万年以前呢，哥贝利克人类就已经有了精确的计时方法。这里的雕刻还记录了一次彗星撞击事件。在哥贝利克石阵的另一个石柱上面，考古学家发现它记录了金牛座流星雨，就是那场撞击地球的彗星碎片的符号。这些符号显示那场撞击持续了将近1个月。当时一颗彗星撞向地球，但是在临近地球的时候发生了爆炸，这就是一场超级流星雨。这个些彗星的碎片呢，导致呢地球北部大部分地区气温骤降，然后呢它还改变了这个地球的气候，造成了持续1000多年的干冷气候。这种冷的气候呢，又造成了许多大型的史前动物的灭绝，也影响了人类的发展。然后呢，后来许多的这个人类的族群呢，就改变了自己的生存形态比如呢，就迫使这些古代人呢，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呢，变为永久定居的模式。一些动物的灭绝呢，也引发了这个农业的革命然后人类呢，就创造了这个复杂的农业社会，在这个新月沃地孕育了农业文明的雏形。从哥贝利克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这个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距今大概13000多年，也许还要更早在这个时间呢，差不多是人类之前认知的2倍。在发现哥贝利克之前6000年前的苏美尔人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这个观点现在是要改写的。
在哥贝利克实证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高的、有水平的、有组织的协作啊，而且这个时间跨度呢，差不多达到3000多年。按照之前人类的文明历史，13000年以前呢，人类才刚刚进入或者还没有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只会使用最简单的工具来进行挖掘或者击打。但是哥贝利克的石阵在上面雕刻的这些图案呢，就颠覆了这种认知啊。用简单的石头工具啊，是没办法雕出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的，也不可能在石柱上画出这些完美的圆形。那么当时啊，人们用什么工具在石头上进行雕刻的呢？这还是一个谜团。在哥贝利克石阵呢，还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符号。这种文字大概由20个符号组成，它还算不上一种完备的书面语言，但是呢，依然把文字发明的时间向前推了10000年。从哥贝利克的发现上来看呢，它的定义性特征，包括石器工具、原始部落等等呢，都不能用石器时代来定义。就是说哥贝利克没有石器时代。之前的人类历史认为呢，种植业是公元前6000年开始的。但是现在发现呢，在距离哥贝利克100公里的卡拉加山附近的那些早期的原始的史前人类呢，已经开始种植小麦。有证据证明呢，在哥贝利克的先民呢，还使用过拖车这种东西啊，这个形状有点像雪橇，并且极有可能是有轮子的轮车，因为在哥贝利克石阵遗址的道路上呢，可以看到泥巴和石灰质构成的车辙的印子。而人们之前在历史上认为呢，苏美尔人在公元前5000年最早使用了拖车并且在公元前3000年才发展了车轮的技术。现在这个也要被改写了。在人类的历史书中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人类最古老的农业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也被人们称为新月地区最肥沃的土地，就是新月沃土。刚才我们说到，在哥贝利克石阵的卡拉加山呢，曾找到了最早的驯化小麦。驯化小麦和原始小麦不同之处就是，种子不会在成熟之后呢掉在地上，而是等着人们前来收割。在一本名叫《科学》的期刊上就有一个论文就是关于这个基因的研究，他们就已经证实，最早的驯化小麦就是在卡拉加山上完成的。无独有偶，人类对家畜驯化最早发现的地点呢，也是在哥贝利克石阵附近。由此呢，考古学家就可以证实呢，牛、绵羊等等呢，最早都是在幼发拉底河段的下游驯化的。猪呢，是在底格里斯河的流域驯化的。这些地区呢，都是在哥贝利克石阵的周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呢，哥贝利克石阵向周边散射出现了最早的农作物驯化和家畜驯化。所以呢，科学家认为哥贝利克石阵呢，可能是人类最早农业文明和家畜驯化的发源地，并且呢，传播到了世界各个地区。因为哥贝利克石阵的发现呢，人类可能要改变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因为在考古学界呢，人们认为首先要有农业文明才有社会，但是呢，从哥贝利克石阵的研究来看呢，应该是先有了社会和集体，然后才出现了农业文明、家畜驯化和后来的城邦文明。在哥贝利克的发现呢，带来的问题远远超过他提供的答案。目前呢，对该遗址的发掘考古呢，只完成了10%几，但是这个已经颠覆了人们对人类发展演化的进程的认知。
相信呢，以后随着继续的发掘呢，还有更多惊人的发现。关于哥贝利克实证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观看，下次再见。